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欢迎来到数字美食频道。今天咱不聊宇宙未解之谜，也不唠历史冷知识，专门给大伙扒一部把租房噩梦玩到极致的惊悚片，全程就一栋破公寓，却拍出了比他人及地狱还窒息的变态感、暴力、邪教、女鬼扎堆。看完我连夜检查了3遍门锁，生怕下一个被盯上的是自己。先问大伙个问题：如果你破产到快睡大街，突然发现一间租金打骨折的公寓，你敢不敢住？电影里的男主马奇就栽在了这个便宜陷阱里。这哥们长得帅是真帅，穷也是真穷，公司破产，银行卡余额比脸还干净，为了不流落街头，几乎把城市里的犄角旮旯都翻遍了，终于找到这栋白菜价公寓。可你猜怎么着？他刚敲开房东阿姨的门，老太太脸一板，没房间了。马奇当时就懵了，他明明扫到楼道里好几间房都空着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他好说歹说求情，老太太油盐不进，直到他朋友小花跟着过来。小花一张嘴回来是3两句就给老太太哄乐了。老太太当场改口，那行，就给你们腾间房。马奇还以为是小花会说话，殊不知老太太的眼神早粘在小花的肚子上了。没错，小花怀着孕。这时候老高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哪有房东看人下菜碟，专挑孕妇特殊对待的？果不其然，等老太太带马奇去房间时，脸又沉了下来，反复警告：别瞎吵，别乱逛，尤其别惹其他租户。可转头对小花，又笑得跟青蛙似的，又是递水果，又是嘘寒问暖，那反差感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小花也不是没察觉不对劲，她在来的路上刷到过这栋公寓的新闻，不久前有个孕妇在这儿用玻璃碎片割喉自杀了。她赶紧跟马奇说：这地方邪门，咱别住了。可马奇满脑子都是省钱，摆摆手说：我都穷到这份上了，真有鬼也得先让我住下再说。他还能施了我？你还别说，这 flag 立得比城墙还高。小花没办法，只能先离开。结果走到楼道拐角，突然听见婴儿哭。他顺着声音看过去，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站在房门口。他刚想上前问问需不需要帮忙，那女人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，那力道跟躲瘟神似的。到了晚上，马奇躺在硬板床上，越想越不对劲，就想搜那则孕妇自杀新闻。可电脑刚打开，门外就传来摔东西的声音，正是白天抱孩子的那个女人，被她老公按在墙上骂的那叫一个难听，什么生不出儿子还有脸哭废物一个。马奇偷偷从门缝里看，连平时凶巴巴的房东阿姨都缩在角落发抖。马奇没敢多管闲事，赶紧关了门。可他不知道，这只是公寓恐怖剧本的第一幕。第二天一早，马奇路过新闻里说的3号房，也就是孕妇自杀的房间，突然脑子跟被电了似的，闪过一堆血腥画面。一个孕妇倒在地上，脖子上全是血，地上还碎着一面镜子。他正愣神呢，昨天那个家暴男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。我妈没跟你说过，别在这儿瞎逛。马奇这才知道，这家暴男竟然是房东阿姨的儿子，叫飞一。飞一看起来凶神恶煞，可当他想推开3号房的门时，手却抖得厉害，最后还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跟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似的。老高看到这儿，心里已经有谱了，这3号房里肯定藏着大秘密，而且飞一绝对知道点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坏事就跟商量好了似的，全往马奇身上撞。他买完东西回来，听见隔壁婴儿哭，就敲门问要不要帮忙，结果没人应。他一推门，居然没锁，里面的女人正给孩子喂奶，看见他进来也不说话，就直勾勾地盯着他。马奇吓得赶紧关门，心里犯嘀咕：这人咋不说话？难道是哑巴？更邪门的还在后头。马奇在房间里玩球，球滚到床底下，他伸手去捡，手刚碰到地面，就感觉摸到个冰凉的东西，软乎乎的，还动了一下。他吓得立马弹起来，结果低头一看，是只老鼠。他安慰自己是错觉，可转头就在走廊拐角看见一堆硬币，亮晶晶的，像是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他刚想拿几枚，房东阿姨突然从背后冒出来，一把打掉他的手。这钱不能碰。马奇纳闷，为啥？老太太没解释，就说碰了会招鬼。马奇笑了，阿姨，都2025年了，哪来的鬼？可他不知道，鬼早就盯上他了。那天他洗澡，脸上涂着泡沫，没看见装肥皂的小碗里正一滴一滴往下滴鲜血，更没看见厕所角落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鬼，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后背。等他洗完澡上床睡觉，又开始做噩梦，梦里他妹妹被人强暴，哭着喊哥哥救我，可他却蹲在门外，捂着耳朵不敢进去。他从梦里惊醒，口渴想喝水，却发现床头多了一枚硬币，就是走廊里那种硬币。
他拿着硬币去饮水机接水，刚喝一口，就感觉后颈发凉，像是有人盯着。他猛回头，只看见饮水机上飘着个白影，再眨眨眼，又没了。就在他吓得魂不守舍的时候，一个男孩突然从楼梯口冒出来。你没事吧？这男孩叫小乖，说是楼上的住户，长得白白净净，说话也温温柔柔的。马奇一看是同龄人，就跟他聊了起来。没多想，可老高我当时就觉得这小乖不对劲，哪有住户大半夜在楼道里晃悠，还刚好在马奇撞见鬼影的时候出现。果不其然，这小乖身上的戏比谁都多。没过多久，公寓里又爆发了冲突，飞翼居然拿着棍子打房东阿姨。马奇看不过去，冲上去拦，结果被飞翼按在地上揍，眼看就要被掐死。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突然冲过来，拉开了飞翼。这眼镜男是个医生，看着文质彬彬的，他给飞翼检查完身体，就跟房东阿姨说，飞翼有狂躁症，你得把他看好，不然早晚出事。房东阿姨连连点头，还求马奇别报警，我一定管好他。马奇心善，就答应了。可他刚走，房东阿姨就把飞翼手上的锁链解开了。你没看错，飞翼居然被锁着。这边刚平静，那边眼镜男又去了飞翼老婆的房间，给他送补药，说对肚子里的孩子好。可眼镜男一走，飞翼老婆就把药吐了。他为啥吐？老高当时猜，这药肯定有问题，要么是控制人的，要么是伤害胎儿的。更恶心的还在后头。飞翼回到房间，一把扯掉衣服，不管老婆愿不愿意，就把他按在地上施暴。马奇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，却不敢出声。他现在才明白，这栋公寓里的人个个都不正常，而他就像掉进了一个装满毒蛇的笼子，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。可马奇也不是完全没动作，他始终没忘了那则孕妇自杀新闻，更没忘了路过3号房时闪过的血腥画面。这天，他又走到3号房门口，还没伸手，门居然自己开了。他咬咬牙溜了进去，刚走2步，就听见啪嗒一声，一本日记掉在了地上。他弯腰去捡，没注意自己身后正慢慢露出一双沾着血的鬼脚。就在他拿到日记的瞬间，门外传来了房东阿姨和飞一的声音。马奇吓得赶紧躲起来。这时候小乖突然从衣柜里钻出来，比了个嘘的手势，带着他从后门跑了。马奇刚松口气，小乖又把他带到了顶楼。顶楼居然放着一具干尸。小乖说，这是眼镜男的亲人，用特殊方法处理过，所以没腐化。马奇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。这你们都知道？小乖点点头。公寓里的租户都知道，不过我们都受过眼镜男的帮助，所以没说出去。接着小乖就跟马奇聊起了自己的过去。他以前有个幸福的家，可他爸突然疯了，把毒草混进饭菜里，想毒死全家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后来他想自杀，是眼镜男救了他，还帮他治病。马奇听着也想起了自己的事，他梦里的场景根本不是梦，原来他妹妹真的被人强暴过，哭着求他帮忙，可他却因为害怕选择了逃避。后来他妹妹忍无可忍，杀了那个强暴他的人，还质问马奇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从那以后他妹妹就消失了。马奇说到这儿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他住进这栋公寓根本不是因为穷，而是因为他隐约觉得妹妹的消失跟这栋公寓有关。就在这时，楼道里又传来婴儿的哭声。马奇顺着声音走到隔壁，门还是没锁，可房间里根本没有孩子。他一转头，正好对上那个女人的眼睛，女人怀里抱着的根本不是孩子，而是一个空的襁褓。马奇吓得魂飞魄散，跌跌撞撞跑回自己的房间。可他不知道，更大的危险正在等着他的朋友小花。小花因为联系不上马奇，挺着大肚子找到了公寓。房东阿姨看见他，笑得特别热情。马奇出去了，你先跟我进来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小花没多想，就跟着进去了，还觉得阿姨是个好人。可他刚喝完水，就觉得头晕眼花，水里被下了迷药。等他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铁床上，旁边站着眼镜男，手里拿着手术刀。而马奇这时候才发现，小花给自己打了好多个电话，他赶紧回拨，结果听见楼梯上方传来手机震动的声音，是小花的手机。他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很快就听见了小花的惨叫声。他扒着门缝一看，差点吓晕过去。眼镜男正拿着手术刀要划开小花的肚子，而房东阿姨和飞姨就站在旁边，一脸兴奋地看着，像是在等什么祭品。马奇想冲进去，可腿却软得不听使唤。他又想起了妹妹哭着求他的样子，这次他还是不敢上前，只能撒腿就跑。可他跑着跑着，突然发现公寓里飘满了女鬼，有的浑身是血，有的肚子被剖开，一个个都直勾勾地盯着他。
他好不容易跑回自己的房间，一抬头看见一个女鬼正坐在他的床上，是他的妹妹。妹妹的鬼魂开口了，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了马奇。原来他当初跟飞姨恋爱，怀了孕，飞姨带着他住进这栋公寓，结果被眼镜男盯上了。眼镜男忽悠房东阿姨说，只要把他肚子里的孩子当祭品，就能保佑飞姨的狂躁症好转，还能报答眼镜男的恩情。房东阿姨居然信了，偷偷给飞姨注射了药物，让她失去反抗能力。妹妹看见这一幕，吓得想跑，结果撞上了眼镜男。她以为眼镜男是好人，想要求救，可没想到小乖突然从背后窜出来，用绳套勒住了她的脖子。她拼命挣扎，打破了小乖的脑袋，还假装死亡，躲进了3号房。可她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祭品，她打碎镜子，割喉自杀了，连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结束了痛苦。马奇听完，眼泪和怒火一起涌了上来。他这次没有逃避，抄起旁边的椅子就往仪式现场冲。可飞姨早就等着他了，3两下就把他打倒在地。房东阿姨恨他坏了好事，想一点点折磨死他，还跟眼镜男一起喝起了之前祭品孩子的血。没错，小花不是第一个被盯上的孕妇，这栋公寓里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个孕妇和孩子。就在这时候，飞姨的老婆突然冲了进来，一把推开房东阿姨，想解开马奇的绳子，可飞姨很快就抓住了他，对着他的脸一顿狂扇。房东阿姨也疯了，拿起刀子就想捅死他，眼镜男却拦住了，别杀他，他肚子里还有孩子，还能当祭品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飞姨的老婆，他抢过刀子，对着飞姨就捅了过去，飞姨当场死了。公寓里顿时乱成一团，房东阿姨追杀儿媳妇，小乖抄起电锯想杀马奇，眼镜男则想继续完成仪式，把小花肚子里的孩子取出来。马奇趁机挣脱束缚，拿起椅子砸倒了小乖，然后顺着血迹找到了被捅伤的飞姨老婆。房东阿姨也追了过来，从背后偷袭马奇，幸好飞姨老婆用最后一丝力气推开了马奇，还夺过刀子反杀了房东阿姨。最后就剩下眼镜男了。马奇浑身是伤，根本不是眼镜男的对手。就在眼镜男的手术刀要碰到马奇的时候，马奇妹妹的鬼魂附在了飞姨老婆的身上，一把夺过刀子，手起刀落，杀了眼镜男。仪式被打断，干尸也倒在了地上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带走了所有尸体。马奇跟妹妹的鬼魂道别后，带着小花离开了这栋公寓。可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，没过多久，又一个孕妇找到了这栋公寓，而开门的竟然是之前已经死了的房东阿姨。原来警方里也有邪教成员，他们把房东阿姨的尸体处理了，还让她继续招揽孕妇，只要邪教还在，这栋公寓里的祭品就永远不会断。说到这儿，老高我得跟大伙聊聊观后感。这部电影成本真不高，全程就一栋公寓，演员也没几个，可他把压抑感玩到了极致。你以为的便宜租房，其实是邪教的祭品陷阱；你以为的热心邻居，其实是帮凶；你以为的受害者，可能也藏着秘密。可最恐怖的地方，不是那些血淋淋的镜头，也不是飘来飘去的女鬼，而是人性的房东阿姨为了报恩，能牺牲自己的孙子；眼镜男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能把孕妇当生产工具；飞姨的家暴，小乖的扭曲，全都是这栋公寓里恶的缩影。而且我总觉得这部电影跟他人及地狱有点像，都是从租房切入，都是全员恶人，都是让你看得后背发凉，觉得身边的人可能比鬼还可怕。不过这部更直接，把邪教、剖腹取子这些元素摆到台面上，尺度更大，也更让人窒息。最后，老高想跟大伙说，出门在外租房，千万别只看便宜，一定要多留个心眼，看看周边环境，问问邻居情况，别真把自己送进了噩梦里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喜欢这种悬疑惊悚片，或者想看看老高下次发什么电影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收藏咱们的数字美食频道。下次老高再给大伙发一部更刺激的，保证让你看得过瘾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